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4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老师，大家好。另外，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不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科大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忠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在礼拜六我们看到了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伊朗真的被攻击了，而且发动攻击的是以色列。以色列的防长呢，向外界宣布对伊朗展开预防式的攻击，所以呢，在礼拜六突然在下午的2点多的时间呢，在台北时间下午2点多就传出了德黑兰发生了多起的这个爆炸事件啊。那么根据外电的报道呢，是被飞弹攻击。另外呢，外电也报道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试图还要暗杀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奇扬，没有暗杀成功，因为呢这个暗杀任务后来被证实是失败的。但是伊朗的精神领袖哈米尼呢，目前则是被报道他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啊，因为也怕他的人身安全这个有疑虑。好，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这2天其实有关于伊朗跟以色列，甚至接下来美国会如何的来介入跟配合以色列来打击伊朗。那所以先请吴宇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短评啊，对于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现在您觉得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是会不会造成蔓延肆意，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波及？以色列这一次先发制人，应该在预期之内。美国已经有2艘航母，对，福特号跟林肯号已经部署完成了。那以色列这一次对伊朗的攻击，它只能是空中的攻击，因为两者之间，德黑兰跟特拉维夫距离将近1700公里远，所以绝对美国跟以色列都无法派遣军队去进行对伊朗进行占领嘛。所以这一定是停留在有个空中的攻击嘛。那攻击的目标主要的锁定应该是在核子措施。攻击的作为，我相信也不容易让伊朗的这样一个8800万人的具有什叶教派的政权因此而垮台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我们就要看后续性会引发哪些效应。如果这个攻击进一步的扩大来讲的话，造成伊朗本身政权当中产生很大的反扑，至少有几个。第一个，它涉及到所谓的美国、中国跟俄罗斯3个之间的大者关系，因为伊朗的90%以上的石油的输出是来自于中国的。第二个，那如果伊朗它还有能力进行报复，它如果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对全世界1/3的石油贸易以及卡达100%的有关于天然气运输会产生影响。第三个，因为伊朗本身不是单纯是伊朗，它还有所谓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所谓包括也门的所谓的严格讲和他的所谓的兄弟的。我们看到，如果他透过这2个部分来讲的话，特别是透过也门这样一个胡塞组织，对有关于红海进行骚扰，那苏伊士运河就会产生问题的。因此不走苏伊士运河，本来19天的时间绕到好望角就要将近33天的时间。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短期只是空袭，双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倒罢了。如果进一步长期下去的话，对石油贸易、对能源，乃至于对全球运输、对大国的博弈当中，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是3个后续要观察的重点哈，这也是我进一步想请教庄老师的，因为特别是在经济的层面，那现在担心的是战争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的一个影响，特别刚刚提到是苏伊士运河，还有包括荷姆兹海峡，因为伊朗先前也威胁了，他如果一旦被攻击的话，他不惜可能要封锁荷姆兹海峡。那荷姆兹海峡当然，刚刚吴宇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占了全球原油的运输量有20%啊，快要20%，这个量其实很大的。那您接下来评估啊，这个战火如果真的外溢，或者是说规模变大的话，对于经济的影响会怎么？是这个议题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的问题。说打不打是因为说来意外，说来也不意外，因为外界的风声也很多，包含各主要国家，包含中国在内，都要求这个国民不要前往这个以色列、伊朗，甚至呢有撤侨的一个呼声哈，所以这不意外。但是问题是说，这个打击如何打，
包含第一个是警告性的打击，第二个是重点打击，第三个是全面且持久打击。因为我们无法预判是属于哪一种层面的打击。如果说到最坏层次，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持久打击的话，刚刚我们张老师提到那些能源危机，甚至世界航运的这个航道的一个这个涌塞等等就有可能发生。所以目前要判断似乎言之过早。不过可以注意到，在美国相关新闻媒体下面留言，几乎多数都是反对川普政府的行动。尽管美国政府的声称，这次行动的理由在于伊朗已研发射程可及美国的飞弹。此外呢，去年6月的这个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是不死心继续研发。但是很显然来看，民众似乎不买单。OK， 这个伊朗现在也放狠话了，他说，被打了之后呢，他们会进行全面式的，而且是毁灭性的报复行动啊。那接下来他们的规模会是如何？还有呢，它的影响层面，我们会继续的带着大家透过节目来关注。好，在农历春节啊，进入3月份，马上很快就进到3月份，还有一件国际大事啊，也是全球都在瞩目，也就是西川会。中美两国的这个大国元首会啊，现在备受瞩目。那可能的这个西川会呢，现在有谈到的，包括这个日期啊，甚至已经看到是3月31号到4月2号这几天。目前听到美方的说法是，川普呢会在这几天呢访问中国大陆，而且会会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也有媒体啊，对于这一次川普的访中行可能的结果，先打上了一个问号。这家媒体是香港的媒体《南华早报》，他们就指出呢，因为现在的准备工作不足，中美双边的接触又不利，所以预期成果呢可能因此而缩水。南华早报也认为呢，川普不愿授权、轻视程序，还有呢太专注于追求速成的作风，让中方也忧心忡忡，甚至可以说是陷入焦虑。在此之前呢，美国国务卿 Rubio 才说啊，在川普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前，美中先前长期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战略稳定。其实也可以看到，最近美国对外似乎也一直在营造这个川普访中的和谐气氛啊。但有一个重点，中方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低调。那保持低调的原因，我先请教吴老师，你怎么看？我想这是中方一贯的立场，不管是这一次的有关于4月份要举行的西川会或者川习会，还是上一次在去年在釜山的这个会议，那中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公布，压到最后一刻。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像这样一个所谓双方正式的会谈，这是应该算是川普在2017年以来8年多来第一次由美国的总统正式访问中国。这第一个我们看到2017年来。那第二个，以川普的个性，不可能去中国访问，他不会宣称，不会吹嘘，这是一个伟大的成果，这是一个所谓的人类重大的胜利。国情咨文就可以听得出来。那第三个，可是现在也很清楚，美中的问题有3个问题是存在的。第一个，双方时间都非常赶。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处理两会的问题，对，美国最重要的是处理内部的所谓关税的问题。那第二个，不仅是时间很赶，双方什么？双方严格讲的所谓的内政的议题都高度的制约。最重要什么？美中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大概很难透过一次性的会谈就能够取得重大成果。所以老师，您觉得哈，如果就是这样，那低标呢？你看怎么？我想有几个东西一定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双方领导人见面，代表什么？代表美中各个管道之间的对话管道的机制是健全的。OK， 双方可以透过有关于最高领导人的峰会，双方可以透过 Rubio 跟所谓包括我们看到王毅之间的对话，双方也可以透过何立峰跟贝森特对话来解决美中之间所存在的分歧，让它不至于失控。这个一定是会达到的。第二个，目前为止面对这样一个双方贸易战、科技战当中的分歧，我相信这一次的会谈也会取得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谅解，甚至是延后的，不让所谓经贸的议题、科技的议题困扰的中国的第15个5年规划，也不让美国期中选举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我相信大概中国方面加大对美国有关于农产品的采购、工业产品的采购，以及包括其他的这样一个包括所谓的市场的开放，这个部分是必然的。因为川普最喜欢吹嘘这个部分嘛，我们很难想象到说，川普到中国访问，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农产品不采购，对他的所谓波音飞机不采购，工业产品不采购，这个让川普回去怎么自我吹嘘？最重要的，这一次的川普正式访问中国，也会决定了
习近平回访美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今年是3月份或者4月份，那川普成功的访问中国，不管访问有没有成功，川普都一定会吹嘘他是成功的。对。那第二个，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习近平的回访嘛。还有11月所谓我们看到18号到19号的 APEC 会议在深圳召开，以及12月份的 G20 会议在佛罗里达、迈阿密召开，所以美中的领导人会有所谓4次的这样一个对话。是。那不管他们是直接面对面的会晤，还是透过所谓的必要时候的直接的通话，都能够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分歧，让这些分歧不至于所谓失控。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其实你说那个。对美国国务卿Rubio所讲的，就美中之间如果维持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沟通的管道，让沟通管道针对敏感的问题不失控，这个问题应该达到了。对，但是如果要解决双方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的敏感的问题，我相信当然一次的会晤，不要说一次会晤，4次会晤可能都解决不了吧？对，起码这一次如果真的顺利成型的话，低标是可以达成的，一定会达成的。对，但是而且这次的达成一定会。关系到后面3次当中能不能顺利举行嘛？对，而且对于这个美方来讲，尤其是川普来讲的话，贸易休兵这个有助于年底的选情。对他年底的11月3号，因为今年很重要的2个美中台3边关系，在今年大概都有3个议题的关注的。就美国来讲，11月3号，那11月3号进行期中选举，那期中选举一旦川普失去了众议院，众议院是掌管有关于财政这个部分的，如果他失去了众议院，他就变成是。哪怕他只是孙悟空，他头上就戴个金箍咒。如果他还失去了参议院，那他就不是孙悟空戴金箍咒，而可能变成猪八戒了。对，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关注这个议题嘛？是，习川会其实也牵动了两岸之间如何来互动跟接下来的发展因为呢，在2026的大家都关注的是这个中美元首，特别刚刚5月老师讲，2017年以来的中美元首再次的见面，当然牵动着两岸、台美跟美中台3边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那尤其呢，2月初我们知道习川两人通了电话，特别在电话当中，习近平点明了就是川普你要好好的处理对台军售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很重要。两岸之间呢，这礼拜也看到了新华社最新公布了一批禁用语的规范。这个禁用语呢，这个内容加起来看起来总共有102条包含了国际关系港澳台、领土主权、宗教、民族等等。那其中关于台湾的表述规范，那禁止提及两岸3地，还有不得使用中台含有并列意义的词语甚至像是Formosa 福尔摩沙这些字眼，所以针对新华社最新针对有关两岸的这个词语的禁止规范，我们怎么解读？张老师，是这个应该来讲不是新闻的了因为已经几十年了，特别是我们从事新闻行业最清楚那这一次特别强调，而且把管制范围增加，我想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维持一中框架，还有建构台海问题内政化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避免把什么两岸3地这个中台并列或对等，避免认为说，台湾、香港、中国是对等并列的，所以避免违反一中框架。第二个，只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怎么福尔摩沙这种中性名词也不能讲？也就是说，中共方面他希望能够撕掉历史的负面标签，因为福尔摩沙是当年17世纪大航海时代这些帝国主义殖民行动所带来的名词。对，那不是一个中性名词。回推历史的话，就400年。对，有时候我们在强调说要把台湾抽离大中国历史，会喜欢用这个名词甚至一些台派人士喜欢用的。是，所以中共方面也不乐见这种情形。第三种情况就是说，避免偷渡任何有台湾实质主权的官衔或单位名称，好比说总统府他们规定要叫说这个台湾领导人办公室，那我们的行政院他们能叫台湾行政院，不，他们叫做台湾的行政管理部门。那立法院他们叫台湾民意机构。那我们的国防部长他们叫防务部门主管，也就是说避免在这些用词偷渡台湾主权。最后一点则是所谓的国际话语权的控制，因为有一句老话嘛，国际话语权的边界就是国力的边界。那如果能够掌握国际话语权，相当于把国力拓展到这些领域去。不过我们在台湾也不用太担心了。第一个，它规范它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尽管新华社的做法不止新华社，还包含大陆的各媒体、入口网站，还有跟大陆往来那些外媒，但是我们还是讲我们自己的。第二点呢？事实上呢，我们自己也有相关做法比如说我们是
学校会派参访到大陆嘛，哈。那比如说我们文化大学去山东省，山东省叫鲁嘛，哈。我们台湾教育部就很反对鲁台青年联谊，因为认为把我们台湾矮化，变成就是说跟山东省并列，所以我们只能叫两岸青年联谊。那最后一点，也就是说这回事到底是两岸关系不好的因还是果？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果，因为当年两岸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叫中华台北。他在他们的内部电视节目还会这样称，但现在一律称为中国台北。是，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两岸之间，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是能够气氛是和缓的哈，不要进入到军事状态哈。这个军事方面，其实也看到农历春节期间，大陆的央视啊，这个国防军事频道叫利剑，这个频道呢，在春节期间呢，就做出了一个专题报道，他们要深入探讨的是福建舰的供电系统啊，特别 focus 在这个风电系统，其中呢，特别针对常规动力的航母，曾经被质疑说没有办法满足电磁弹射的瞬时高能耗的要求，所以点出了，因为福建舰创新采用了超级电容储能技术，所以呢，它的充电时间很短，可以独立承担脉冲负荷，避免对于这个主机动力系统的冲击。好，那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啊，之前他也曾经针对这个电的问题他说当前人类处于技术起点，像 AI 跟机器人呢，都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将来都是大趋势。AI 需要极大的电力，可以透过太空来解决，但地球的电力则要靠储能解决，所以这个部分专业的要请黄老师来告诉我们，在概念上怎么去理解储能这样的一个方式。这其实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我们讲到储能之前，它储存的是能量嘛。那其实我们热力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能量每经过一次形态的转换，它都会有所耗损，它不太可能100%的转换。所以储能这件事情，它真正意义上是为了做到什么事情？为了让我们需要用能源的时候，它是可以及时去提取的。那在储能方面呢，我们可以分成3种形式来描述它。那其中2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能，比方说，我把它储存在一个用化学的方式把它储存起来，它可以给我很高的能量密度，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一样。它可以不断的稳定的供电，我有一个很大的水缸，然后很细的水管，细水长流的去供应这个电。那另外一种就是像这次福建舰采用的超级电容的方式，其实很多交通工具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比较高的瞬时能量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高的功率密度。那我们就会采用这样子的一个储能方式，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能。那另外一种其实像黄仁勋或者是像Elon Musk 他们其实都有提到说，AI 跟储能，或者甚至有人提到 Bitcoin 跟储能的关系。当我们人类，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去运转这些发电机或者去产生能量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随时把它停下来，它是必须24小时不断的去运作。但实际上，人在供电的时候会有高峰期跟低峰期。那我们怎么样有效的把这些低峰期的时候的电力，我持续把它填满，我不见得要直接做一个储能的转换。这是第3种叫动态上的一个储能方式。OK， 就是几种储能方式因为特别在这次看到，央视的军事频道点出了福建舰它的用电系统，就是特别是储能这一块它特别也点到了最核心的技术呢，就是以中国大陆工程院院士马伟明他所带头研发的一整套的这个综合电力系统。那他们也表示说，在这个系统的支持之下呢，由航母的中央配电系统来供电，布置了电磁弹射器，还有配套的储能装置而且布置电磁拦阻装置以及新型船载的电子设备。其实简单白话一点讲呢，就是说，电磁弹射它需要很大的电力，可是它必须透过现在这个尖端的储能的一个方案，使得它的充电时间变得更短，然后呢，能够来因应在未来新形态的这个航母，特别是在福建舰上面它这个电磁弹射的需要。好，那所以刚刚这个黄老师也特别提到，就是让我们有概念性的了解到这个储能那现阶段这个储能的状态，比如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们已经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您的了解是？这个储能现在全世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分为几个层次嘛。那一个是所谓的我在民用基础上的基础建设型的，然后以及到我移动型的。那么在基础建设型的未来可能比较大的趋势是大型的溢流电池堆。这个可以做比较大量的一个储能，然后储在电池里，是，主要还是储在电池里为主嘛。那再来就是当然是锂电池是移动式的，比较安全的一个固态电池的一个状态。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储能的方式。所以一个是基建型的储能系统，应该说储能电网里面的储能系统，然后跟可移动式的储能系统。那我们再回来看到福建舰它这边，因为福建舰它续航力的部分，它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供电系统。就我们刚刚讲，它能量密度很高，细水长流，它可以供应的是福建舰的运动跟它里面的机电系统。但我今天即使要弹射的时候，它把它的机电系统拆解开来。他在做了一个超级电容的系统里面，我就可以先把部分的能源存到超级电容，有需要的时候，就很像那个钢弹要发射那个雷射炮的时候，它得蓄能，我就把这个能量蓄好了，然后瞬间的时候产生一个爆发，那我的电磁弹射系统就不会去影响到我平常的机电系统，就像有时候家里那个突然开太多电器的时候，灯会闪一下一样。这就是供电上比较不稳，甚至会造成短路之类的。对，那就供电不稳的状态就会发生。那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复合的系统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OK， 不过这次看到会这样的 highlight 出来哈，那无非也是希望昭告天下，就是福建舰已经具备了这种用储能的方式来解决电磁弹射可能会造成电力非常大量需求的一个解决方案。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要来聊的呢，就是川普这次对等关税被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3否决了，认定是违法之后，后续所产生的一团乱。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川普对全球发动的对等关税战啊。被判定违法，因为在2月20号这一天呢，美国最高法院6位大法官对上3位大法官，6-3判定了这个对等关税是违法的。那目前各国也都在想啊，如何因应后续的混乱，因为真的是很乱啊。这个从10%到川普隔一天呢，他不是一开始呢这个否决了大法官。他说大法官这个做出这样的判决让他很不满意，所以呢要立刻提高10%，全球都一样。后来隔天又说要提高到15%，从18到15才1天的时间。好，那华尔街日报最近也报道说呢，目前至少在美国国内造成的混乱，就是呢看到1800家的企业提起告诉，他们要求联邦政府退款，并且每天都有新增的案件。那这些公司呢当中看到画面当中，你看到这个像 Costco 啊，还有 Goodyear 啊，还有呢邦诺书店这些知名的公司，而且呢他们大多都是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之前就已经先提告了，判决出炉之后，可能又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包括呢现在已经看到的有 FedEx。美国律师界也预期啊，未来恐怕会出现大量的诉讼潮。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他被问到这个15%的全球关税什么时候生效，他说他认为这个事情还在讨论当中，取决于现有谈判的进度以及既定协议的状况。另外，美国贸易代表 Greer 也表示说呢，目前关税的税率是10%，之后部分国家会调到15%，有些国家可能还会更高。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呢，这个判定违法之后呢，川普现在说从10%现在又要调到15%，然后要实施150天之后呢，要不要再延期？要必须通过国会的讨论。我看目前的一些分析跟看法，哈，说这次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吴越老师，我请教你啊，认为说美国最高法院其实是在重新划定美国总统经济权力的一个范围跟边界，你不是无限制的这个扩张你的权利哈。那川普也在社群发文说，他要求重审哈，他说有没有重审的可能？他打一个问号。我也查了，这个可以重审，可是机会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只能用其他的法律工具哈，继续的推他的关税。您觉得刚刚提到的，现在美国国内的企业已经陆续的，包括接下来律师界也预期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诉讼潮，因为这一次的被判违宪应该在预期之内的。早在3个月前我们就谈到嘛，美国的所有赌盘都认为说70%一定会被判违宪嘛。对，那100%的人也都认为川普不会死心，早就有 B 方案了嘛。这个 B 方案就是刚刚你所讲的，叫做122条款。什么是122条款？它主要是针对有关于国际收支的问题。你可以说2025年美国的严格讲，202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兆美金，
202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也高达了9000多亿美金，因此这个国际收支是有问题的。因此它可以动用122条款，122条款最多它能够所谓加到15%，但是它最长的时间也只有150天，必须要国会再重新再审议。对，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它不需要经过任何调查。你用232条款来讲的话，可能商务部要调查；你要301条款的话，贸易谈判代表所要调查，那这个调查时间就会拉得很长，没办法让它衔接得上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讲说，它早就已经动用122条款15%的东西伺候在那里的。就 IEEPA 行不通，它就用122。这个所谓这个15%来讲的话，至少到7月份嘛。对。那7月份它当然可以再一次通过嘛。那严格讲呢，那就在5个月嘛。在5个月之后，当然就选举就结束了嘛。如果他失去了众议院来讲的话，那100%众议院是不会同意的嘛。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第二个，那由于大家都认为说，对川普这样一个被最高法院判违宪的，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因此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什么企业就开始求偿了嘛。对。那你去看一看美国方面，你去看看纽约联准会他们的统计。那这一次来讲的话，从川普征收关税当中，必须要所谓退还不当征收的，大概最少有1350亿，最多到1750亿美金。那涉及的家数大概是2000多家。那最大特色在哪里？纽约联准会统计，川普所严格讲不当征收这1750亿美金当中，有90%都是美国企业缴的，就换言之，都是美国的进口商以及消费者在转嫁的。那如果你去看 Kier， 他们统计更离谱，就96%，川普所增加的那些所谓不当关税，基本上都是美国进口商跟消费者所承担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讲的话，那这个司法的诉讼的过程当中，当然第一个，川普一定是反对的嘛。那第二个，司法诉讼来讲的话，他要求4个月之后再来延后嘛。第五个，就算真的打官司，很多人说可能都要到4、5年以上左右的时间嘛。但是从这个角度，第一个让我们了解到说，美国毕竟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那确实最高法院做出的这样一个裁决，认为总统不可能动用国家紧急状态，动辄以贸易关税做手段。而且看谁不爽，谁就加谁。是，对，巴西本来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国家，就是看了巴西逮捕了他的美国川普的好朋友波索纳洛，就加了50%，权力的工具，对，就50%。看瑞士不爽是32%，就哪里有？可是看谁舒服，就马上可以降税的。对，那这种总统恣意妄为，当然最高法院这一次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最后我们看这个问题的取决说，可能这诉讼过程当中会很漫长。但是美国的11月份的所谓3号的众议院的选举，将会决定说，川普将来在很多的经贸政策跟关税政策上，是不是还能够像现在的恣意妄为？不过现在已经是让看到各国是一个头两个大哈，因为后续要怎么去面对哈，现在当然很多还不确定的，包括10%到15%，连看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好，还有包括这个经济会议主席啊，都说还在讨论中啊。那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欧洲他们的态度是如何啊？其实也很分歧。像德国智库的一位所长菲斯特他就说呢，像欧洲呢可以供应这 F-35战机零件等相关的工业关键品，好，但是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叫舒拉瑞克哈，他说，欧洲基于共识决的治理模式，欧洲其实很难适应大国竞争的新世界格局。另外呢，欧洲议会主要政治团体欧洲人民党的首席贸易协商代表则表示，我们实是别无选择，只能够延后批准程序，以厘清美国贸易政策的状况，就是以拖待变啊。最近也看到了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尔茨呢，他表示说，德国欢迎并且鼓励中国大陆企业到德国投资。中德双方还签署了5项政府之间的协议。那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出口哈，包括了这个德国猪肉的出口要先恢复来做铺路，另外呢就是协议，涉及有关重启鸡爪产品这些对中的相关贸易。好，回到川普的关税哈，我们说川普的关税权力被限缩，没有骨牌效应，也有蝴蝶效应它的这个波及的部分怎么看？目前包括我们提到的德国还有欧洲接下来的反应制作单位这个标题下得很好，没有骨牌效应，也有蝴蝶效应那蝴蝶效应原本讲说是巴西语的小蝴蝶扇动翅膀会带动千里之外的这个德州产生强大的龙卷风。
这个德国这样的一个小步呢，有可能带动整个欧洲的政经结构的重组，甚至整个世界秩序的一个重塑，所以这值得期待。不过我们要特别讲一点2026开春以来中国迎来了元首访华潮，有8个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大陆一开始是韩国李在明带头，后来有乌拉圭、爱尔兰纽西兰、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8个国家，扣除农历春节。包含在里面，平均1个礼拜来一个，所以说他们的外事部门帮的应接不暇，我们在台湾也看得很羡慕那特别强调就是说，里面包含法国总统马克龙，那英国首相这个斯凯尔，还有德国总理梅尔茨，里面应该属德国梅尔茨最有分量。一方面，德国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就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所以它分量最重当然了，有一些媒体或名嘴会解读成这个欧洲国家已经要背叛美国，要这个所谓的反美亲华，这也是过度的这个渲染坦白讲，就国家利益而已啦。因为这个梅尔兹他在今年2月中旬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既有的旧秩序已经不复存在，那对于美国的不成熟依赖也不要再存在了。这意思就是说，过去美国当老大，那欧洲各国当护从这种模式已经慢慢被破坏，所以他们走入一个吹东风的一个风向改变时代。但是呢，这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纯粹考量而已。举例来讲，因为中国毕竟在新能源还有 AI 领域算是世界的这个领先地位，那么德国过去是中国的老师，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学生，不跟他合作，还是要跟谁合作？所以只是单纯的国家利益，因为为了最大的利益来谋求。那当然我们要注意啦，欧盟也不是铁板一块，当然有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爱尔兰这些务实派，也有欧盟委员会，还有法国这些死硬派，根本认为要脱钩的。那也有这个他们认为说要跟中国保持距离的，也有所谓骑墙派，像北欧、东欧、中欧一些小国。所以未来还是要看待说国家利益，而不是说单纯的反美亲华。是，欧洲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在于说，很多事情就是共识决所以很多在意见分歧的时候，你就搞不定，最后大家统一一致口径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立场。好，那当然，川普呢，其实画面上也看到他就立刻就发文对于这个最高法院判定他的用 IEEPA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发动全球的对等关税呢是违法的。他说呢，不要高兴得太早他说，如果有国家因此选择耍花样，就要后果自负要面临税率更高、更多的关税。那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呢他们认为呢，人工智慧热潮推升了美国对于科技相关产品的进口，包括半导体在内，所以使得呢出口相关的像是中欧、波罗的海的国家，比如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会受惠，经济成长率将会加速至3.6%，到2027年呢进一步会上升到3.7%。还有在下方这个 Rick Maplecroft 的亚洲研究主管也表示，虽然说这个眼前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是法律上的转变增加未来，特别是出现有更多针对性贸易工具的风险所以从科技业来看这个行政管制却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出口额度，而且特别是 focus 在科技业，它会远大于其他行业。黄老师怎么看？这代表是不是未来的科技管制会越来越多？我刚刚很仔细在想 Rima 到底在讲了什么。他这一段我就觉得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他讲了这个针对性的贸易工具的风险，其实最后还是站在说，川普今天要不要出来针对某些特定的议题去开刀？那耍花招这件事情，目前主要出口的几乎都是美国的同盟国，这很明显看来是一个红色供应链跟非红供应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才觉得 Rima 这个评估，我会觉得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但我们反过来讲，到底会发生什么一些比较针对性的问题比方说军民两用技术，一些精密机械，比方说我今天在微影光学的部分，那我可能要做比较精密的移动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比较精密的解析，还有我的光路设计？那我可以针对特定性产品去加课关税，去避免技术外流。但这可能是非红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之间的一个竞争。那或者像一些特殊化学品，就有些国家就是可以把化学品做到纯度特别高，就让良率提升，然后甚至到一些关键的军用、民用的一些技术上。那这个其实才会是一个真正会去针对性某些特定科技产业的一个制裁方式。
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发生的意味不太大，在于说，大部分都还是美国同盟居多。那反而是他为什么要去处罚自己？那不就是帮中国去对他最大的敌人去送出了很多资源过去？所以我倒觉得不太会刻意的跟针对科技去管制进口美国这件事情。倒是他会不会把一些人才想挖到美国去做他们在地的一些人才开发？这个才是另外一个层面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就透过手段把人才反而，不只是制造业回流，人才也都回流到美国。就像他的一个计划。台积电不就是他的一手棋之一嘛？就把人都挖过来。不像刚刚黄老师讲到说，这次的关税被判定违法之后，其实很多觉得谈了个心酸的，也都是美国的盟国居多哈，就觉得说我们千辛万苦了谈了1年多，结果呢最后谈了，然后说从这个10%现在变15%，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大家都还在伤脑筋中。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您继续回来。日经新闻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报道表示，中国大陆主要晶片制造商正在加快推进先进制程的布局，力拼提升产能，来因应人工智能需求的快速升温。像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还有多家跟华为相关的晶片业者正在扩大投资，而且呢，或是准备这个启动更先进制程节点的晶片生产，他们的技术目标涵盖了7奈米，甚至要挑战5奈米的等级。那么未来1到2年内要提升每个月10万片晶圆的产能，比目前不足2万片的这个产能会大幅的跃升，而且计划在2030年以前要再新增50万片的晶圆产能。摩根士丹利呢，他们去年也推估中芯国际7奈米的良率大约是30%。现在面对这个半导体在设备上面受到了管制、受到了限制，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却逆势喊出说，产量、制程都会大幅度的改革。可是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有哪些呢？老师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他这次的重点不在于说，你说良率只有30%，他面对这个挑战那肯定很大。但其实我们看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们不能只看先进制程的部分，包含其实中国目前在先进封装的设备上，他们所拥有的专利是远大于台湾的。那我在看这整件事情上，他去扩增这些晶片的产能，他想要推动的是中国在先进封装上做弯道超车的动作。这就像我们之前在讨论说，为台积电当时要你先进封装绑先进制程，它就可以不断去 tune 它的良率。那它现在必须靠着倾整个国家之力去冲先进封装的部分，然后回头过来看，让他们去绑定我里面制程，我就有更多的参数去把我的晶片往下做，甚至再来现在 AI 的时代，如果要去抵抗 CUDA 系统，那可能 ASIC 它就要开始出来做特定化的晶片。那时候中国它有它自己所需求的这个产能。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国家级的策略，在整个我自己觉得它是想从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弯道超车。对，所以它这个良率它不 care， 为什么？我只要我后面可以做起来，我前面的成本我只是去 cover 掉一些东西，而且后面可能良率提升的速度就快了，就会快乐起来。所以它必须得这样做。所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设备上还是设备的稳定度不足。但那其实都应该是，我不觉得在先进制程这边会遇到太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这个因为中美之间未来要竞争的最大一个领域呢，其实就是科技，因为科技也跟包括军武相关哈，就是高科技如何让对方，就是你的对手呢不要太快超过你，或者是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呢，中国大陆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纽约时报》最近也揭露说川普去年就告诉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说什么呢？他说，当他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中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呼吸就变得比较沉重这让他感到不高兴，所以也敦促黄仁勋要赶快的落实晶片在美国制造这个目标。
那黄仁勋呢，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讨论以后，也同意由辉达加码去采购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厂所生产的晶片，协助台积电在未来能够建立更多的工厂。在会晤了几个礼拜以后呢，魏哲嘉也向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表示说，台积电将会扩大对美投资，而且也会增设新的厂房。Lutnick 则是建议台湾鼓励台积电进一步增加在美国的投资甚至也考虑让台积电来参与这个营运美国晶片，就是 Intel 的工厂。那后续呢，在 Lutnick 的坚持之下，包括台湾这边有官员跟台积电的高层会面，台积电也表示好，那愿意增加投资追加，但是呢，不愿意跟 Intel 有关联。其实如果你熟知台积电，知道台积电它在经营上面它是有它坚持的一些原则的哈。好，那如果《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如果真的是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黄仁勋就算不是就是让台积电说动台积电到美国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所以黄仁勋在美国的半导体整个大战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请庄老师先表达您的看法，您怎么看？一般人可能会把它视为一个爆料，但我认为不能这样轻忽以对了，绝对是有这回事。因为你也知道嘛，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一个地位，它是美国自由派里面的最主流而且影响力最大的媒体，而且它是新闻奖、普利兹奖得奖最多的大户所以它的地位来讲，不可能说做一些无端的报道。当然，我们又觉得奇怪了。那黄仁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神鬼玩家的关键角色，可以在这个美国、中国、台湾这边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操作他的商业杠杆？首先呢，他影响力的根源就在于 NVIDIA 具有这个高阶的 GPU 晶片的一个技术垄断，还有市场主导地位。所以一方面他在美国可以把它当成美国政府的一个，把商业资源变成美国政府的一个战略武器。然后一方面呢，支持川普政府的加强出口管制；另外一方面呢，又呼吁川普要放宽管制。在台湾呢，因为它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大概台积电的整个产能的22%，超过1/5是在 NVIDIA， 而且呢，在我们台湾士林台北市林也有设厂，所以在台湾它也是很吃得开。那中国大陆方面呢，它也长跑，而且要呼吁放宽管制，把前一世代 H200晶片尽量卖到大陆去，所以它等于是如鱼得水，在这上面三国都风风火火，大搞三国演义。但话说回来了这个今天这个因为长期的美中冲突抗争那我们台湾人因为对黄仁勋有一个不可言喻的亲切感，因为他台湾裔的美国商人嘛，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期待，因为如果哪天真的有这个冲突场面必须下决断的话呢，黄仁勋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有自己的商业版图要经营，所以必然也是在美国那一边。那中国大陆的朋友也不要对他有这个不切实际的想象，因为虽然他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友好的，但如果哪一天中美决裂，他毫不犹豫一定会继续抱美国的大腿，因为他毕竟他的起家之地，他的根源所在。所以说，今天一个商业资源可以变成战略武器，我们不得不佩服黄仁勋的这个远见，但是我们更应该这个变局里面慎谋能断，而不要成为受害者。是半导体现在成为非常多国家重要的国家战略那吴越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因为刚刚这个庄老师也特别提到，包括我们刚才所为大家所这个简单简述的一下，就是看得到黄仁勋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者，可是，在这么多不同方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这个真的蛮难的。我想，其实就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企业家是非常值得我们自己来效法的。一个就是 NVIDIA 黄仁勋，一个就是台积电的魏哲嘉。那黄仁勋他的 NVIDIA， 你看，他其实他的市值大概将近4.6兆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就第一个富可敌国，全世界按照 GDP 的排行，美国第一30兆，中国将近20兆，那德国大概5兆多，再来就是 NVIDIA 的，对，它一家企业就抵其他国家。那第二个就是就我们所讲，就 AI 的 GPU 技术来讲话，也是目前为止是全球领先的嘛，但是他也很清楚的，中国还是一个 NVIDIA 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因为在科技的管制下，它曾经占所谓 NVIDIA 将近的15%到20%的市场，现在基本上已经近乎等于0了。如果这个市场它不均匀占领的话，
那未来等到中国自主创新起来，它将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所谓市场，所以因此失去的不是中国市场，而是培养出一个跟 NVIDIA 是完全不同系统的竞争者。那对他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嘛。所以他当然要注意到中国这个市场的重要性跟它的必要性，因为不管是想要持续的来防范可能的崛起，还是其他的原因嘛。那台积电当然更是很清楚嘛。你看台积电，它最大的特色在于是，它是全世界大概目前为止是排名第6的，但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前5名每一个都是它的顾客，没有一个是它的竞争的。你看从 NVIDIA 到辉达到 Google 到亚马逊啊等等，全部都是嘛。那他也开始重视地缘战略的布局啊？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美国就是一定要把台湾高阶晶片一定要离开台湾，是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只要离开台湾就好，不管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当然中国不行了。包括因此他大量到日本也进行先进制程嘛，那加大美国投资也是一个必然的方式嘛。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因应地缘政治下的一些变动产物。那这些企业家在做全球布局、地缘政治跟供应链，他们3个之间都在做一些比较属于完整性的搭配跟考虑嘛。对，这个台积电真是有为有守啊，因为刚刚特别点到说他愿意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可是呢就是不会去参与 Intel 的营运啊，这是它的基本原则哈。那说到这个科技方面哈，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说辉达，因为辉达跟辉达最近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在2026年2月底啊，其实科技界都在众所瞩目一件事情，也就是呢 AI 行业啊正在等待的是中国大陆的 AI 独角兽，也就是 DeepSeek。这个也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啊，就是他们要发布新一代的旗舰模型，目前呢给的代号预计是 V4， 好，这个代号。那但是呢，在新模型即将亮相的前夕，哈，也出现了，就包括说美国政府的高官指控说 DeepSeek 呢涉嫌使用被禁运的辉达 Blackwell 的晶片来进行训练。另外就是 AI 的巨头，就是 Anthropic， 他们公开指责 DeepSeek 呢对他们进行了工业级的资料蒸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路透报道说 AI 开发商呢通常都会在重大模型更新以前发布的版本会提供给像辉达还有超微啊，来确保软体能够在主流硬体上面顺畅运行。等于是说，先让他们试着跑跑看，然后看看有什么状况。可是这次呢，刚刚提到那个 V4， 就是 DeepSeek 预计要发布的模型，却没有向辉达跟超微开放测试，反而是给了谁呢？给了华为，让华为这些中国大陆的晶片商提前好几个周就是好几个礼拜来优化软体啊。那所以怎么看？黄老师你怎么看呢？就是让华为先进行这个效能优化。从商场竞争，还有包括技术研发这2个层面，你觉得它凸显出了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嗅到很多很不一样的味道，就是一般你会提前的让你的开发商跟硬体商去做整合，你就是想要去build up 一个整个生态系统把它架起来。那刚刚5月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其实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辉达其实在被养出了一个新的敌人？好像去年的我们都在讨论说 ，Trump 一直在卡着 AI 算力晶片这件事，其实是在养虎为患。你知道，打败敌人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温水煮青蛙，让他失去警备心，失去防备心，不让他依赖你。对，会让他依赖你，就像吸毒一样，他就不会进步。那你看这次 DeepSeek 这个动作很明显，他们想要在他们的 AI 生态系上走上另外一个不同的系统，他们要降低对 NVIDIA 的 CUDA System 的依赖性。所以这个跟前面中芯国际跟华虹半导体他们要不断的增加他们的产能是有一个相应的关系的。DeepSeek 当时他提出了很多是它可以利用串联的晶片去做运算，而不用使用高阶的核心晶片去做运算。那这个去搭配到他们5奈米、7奈米的制程，再搭配先进封装，看起来他们想要走一条跟 CUDA System 完全不一样的路线。那至于会走到什么样的层次上，我们并不知道。是。那只是这个时候 NVIDIA 也要做好他们打算。其实我们去年也在讲，他们开始做一些 pre-train model， 去做一些边缘预算的模型，想把它下放出去。这个是现在在防守期上 NVIDIA 必须好好去下的一步棋。对，也就是说，他用另外一套系统的话，另外一套标准，也让他在未来避免受制于CUDA这个系统造成的前置。那这个也就代表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心是希望除了硬体以外，包括在软体方面也能够尽快的达到
这个国家自主化，就是大陆晶片跟软体的自主化。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继续来关心中国大陆的两会啊，每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会呢，在3月4号跟3月5号要在北京登场，分别会召开第14届全国政协4次会议，还有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瑞银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就指出，预料中国大陆政府的工作报告对经济成长目标还有政策基调的设定将会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就是 GDP 增长的目标呢，比较可能落在4.5%到5%的区间，而不是明确设定是5%这个左右。那其中呢，4.5%啊，这4.5%呢，更可能会被视为是区间的下限，而不是决策层的理想目标。另外也提醒说，反内卷政策对于价格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全面推升，而是会呈现一个分化的走势。所以未来呢，必须要观察具体的执行力度跟产业方面如何回应。另一方面，在人大的会议上啊，先前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公告了，一共有19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罢免，其中包括了9位共军将领，还有5位呢是上将，1位中将，3位是少将。2个问题啊，吴老师，您怎么看今年这个大陆两会的一个主要的基调？另外，您觉得大陆在国内经济方面目前看起来有什么力度吗？两会基调大概很容易看。第一个，今年是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15是，所以通过15这样一个有关于规划审议，这是一个重中之重。那第二个来讲话，你看，不管是习近平在最近的，包括像2月份的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因应有关于内外在的所谓冲击，又要做些什么？几个东西它一定是高举的。第一个，如果我们所讲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举债的这个部分的上限，严格讲一定会往上提的啦。那第二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就让货币政策更宽松。第三个，一定要什么？强大所谓内需的市场。因为中国的 GDP 来讲的话，来自于内需跟消费的比重远远大概低于说像美国来讲的话还非常多。美国这样一个居民呢，中国的储蓄率是美国人的10倍，中国人的所谓消费率，居民消费在美国将近68.8%，但是中国大概只有40%左右上下。第四个就强调科技上的自主跟创新一定要进行突破嘛，所以这4大主轴大概是我们看到说15的开局之年当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这4个主轴做得好，他希望能够兼顾到所谓的不再是形式上追求一个形式上 GDP 的数字，而是希望有关于量跟质能够同时兼顾，所以很有可能你看31个省市自治区，目前为止超过大概2/3都已经公布，他们的 GDP 也大概都设在所谓的大概5左右，甚至是4.5到5左右之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年经济问题还是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年的春天我们就看经济问题，今年的秋天可能就要看5中全会当中有关于重要的人事的一些所谓的增补选的规划。对，不过从经济成长率来看的话，其实只是微幅的做一些调整啊，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至少4.5看起来是底线，应该是的，这是下限。然后那个至少4.5到5%这个部分的是维持不变的。好，那从去年底啊，其实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我们也看到说中美关系是整体趋稳啊。那大陆方面呢，当然与多数发达市场关系出现了一个改善，可是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日本啊，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呢还有得看。那中国大陆商务部在2月24号一个最新的宣布呢，就是把三菱造船、川崎重工还有防卫大学在内总共20家日本企业跟机构，那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禁止中国大陆呢对上面刚刚提到这些三菱啊、川崎啊出口可以供民用、军用两用的这种相关物项。读卖新闻也报道说，中方商务部呢，除了禁止特定的军民两用产品出口之外，最近呢还把苏巴鲁就苏巴路还有 TDK 总共20家企业增列到强化出口审查的管制名单。
所以未来呢，出口商如果要向日本企业出口军民两用产品，都必须要经过特殊的申请程序。可见得高市早苗就是日本首相他先前的发言风波啊，到现在余波荡漾。可是这次有部分被点名的企业当中，就看到并没有从中国大陆进口任何的产品过，他们也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被列入到这次的出口管制名单。像其中有一家叫三井物产，他们的会长呢就针对旗下呢负责防卫跟航太事业的子公司啊。被列入清单，他表示说，他们的子公司并没有跟中国大陆有直接的交易，所以不清楚是经过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判断，所以被列入是出口管制甚至监控的对象。当然，对于这个20多家的这个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表示，这是绝不容许啊，令人深感遗憾的事，而且也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中方撤回相关的措施。所以这是先前高市早苗的，我们讲说他的发言风波所造成的。黄老师觉得这个后续会怎么样子去演变？这个故事我们得仔细的剖析它一下，因为既然他都说没有进口，那挡不挡其实好像也无所谓。但是其实整件事情是这样，高市早苗他很明确，他其实最想做的，包含他一整段的什么协防台湾等等的言论，他最想要的是建军。最想要的是建军。那我们来看30造船、川崎重工在2战时期全部都是在做军工产业。那防卫大学校它其实就是日本的国防大学，日本的国防大学就是它里面都是就自卫队在读的一些学校。那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在去阻挡的是这些有军用开发 know how 的这些公司的一些人，它只是列管。未来会强化日本国防相关的。是，但其实最重要并不是在国防科技上，其实目前在接下来几年，我认为会去角逐竞争的，其实关键在太空科技，包含从低轨卫星到未来的更多太空的一些应用上，那他会想去阻挡这些事情，把它去做一个列管。我想这应该是中国这次进行列管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我想高市早苗喊这是绝不容许、令人遗憾的这件事情，我想也只是一个情绪勒索上的一个喊话，因为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这么遗憾？其实高市早苗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中国不会是我长期的一个经济伙伴，它其实是我的一个竞争对手。他其实真正想做的是尽可能的让日本可以达到一个经济上的去风险化，让自己的我不要当在最大的经济体，但我要维持我人民的生活是安全稳当，所以有可能会往东南亚产业链移，会往哪里去移？其实这个进口的这个影响，我倒觉得微乎其微。所以这次就是中国大陆的做法比较像是一个预防性的做法，应该可以已经foresee 到说未来这些被列入管制清单当中，你刚刚讲说国防相关的，他们可能会特别是在太空领域方面的一些研发，包含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日本，他找到稀土泥，对纯化的这些东西，那这其实两国之间在关键材料上的竞争，其实也是还蛮值得关注的。预先卡你对，我一先卡着你，反正我就管制了嘛，那看你要怎么搞。是，大家边走边看，且战且走。黄老师提到稀土哈，因为我们就来看接下来正是跟稀土有关的是，路透引述了知情人士有报道说，在习川会预定接下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是3月底会登场啊。在登场之前也看到说，美国航太跟半导体业的供应商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稀土短缺日益恶化。那已经有2家供应商因此被迫停接部分客户的订单。有一位航太供应链的专家，美国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啊，叫麦可斯，他就表示说，有一个稀土的这个就是乙，一个金字旁在一个甲乙的乙啊，乙的供应短缺还没有冲击到发动机的生产，但是他们已经非常的担心。他说这是值得留意的观察重点，也是中国大陆大打稀土牌的具体实例。发动机制造商目前也在苦撑，那设法能够满足航空公司对零件的要求，甚至呢，像是波音这家飞机制造商，还有包括 Airbus 啊、空巴增产都因为稀土的短缺而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稀土出口问题，其实虽然中美双方之前交手过，也达成了协议，可是现实却是没有被根本的解决啊。光是在程序，就是核准的程序延长，就可能会挤压到目前稀土的库存。所以庄老师觉得，北京现在对于用稀土来对付美国，因为
这个工具真的很好用，特别是对于美国制造业的稀土战略，您的看法？是的，稀土原本只是一个商业资源，然后那自从去年美中贸易战大打关税战以后，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战略武器。不过与其把它视为一个武器，不如把它视为一种筹码，是让美方上谈判桌的带着压力上谈判桌的一个筹码。这个筹码最划算、最及时，也最有效果。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嘛，中国在稀土方面是矿场最丰富，而且体验技术也最高明，所以有丰沛跟完整的产业链。那么中国方面高明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它不是全面禁卖，而是施加一些软性的管制，比如说要取得出口许可，买方要说明购买用途，还有总量管制，让美方的企业呢，一方面有行政上的一个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呢，又有这个库存压力，导致于产能受限。那因为美方的这些公司都是参众议员的一个政治现金来源，那参众议员就会帮选区的这些公司游说，让川普政府不得不在谈判时候。